年少时为救魏勋，我憋了一条腿，他与我定下亲事，却迟迟未曾娶我。魏兄定亲5年，何时当回新郎啊？一个瘸子，有什么娶不娶的？全京城都知乔姑娘为了救你瘸了一条腿，你可莫要负她。先是如此巧合的救下我，再将此事传得满城风雨，拿名声逼我娶她。他算计来这桩婚事，无非是为了攀附权贵，心机深沉，满眼算计，我很难不憎他。那这婚事当真要作罢？一个谢恩以报的瘸子，娶便娶了，值得我付出什么真心？魏家权倾朝野，他只要简单一查，便知我是如何被主府遗弃在大雪里。可他却连查也不愿，只当这场婚事是我算计来的。老爷，乔治是你的血脉，他娘逝世，我们养着他自是理所应当。但他娘仗着是你的结发夫妻，宁死不愿为妾。那乔治的身份，毕竟老爷中举后抛妻另娶，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。既如此，那她便是乔府的表姑娘。姐姐，你在楚地生活过15年，定会些山野小调，快抚琴给诸位姐妹听听。那磕头总会吧？我可是记得你娘病重了，在府门前磕100个响头求我母亲救呢。好了，不要提晦气的人。今夜府内车马不足，委屈表姑娘在这等上一阵了。夜深雪后，根本就没有接我的车。魏公子，就到前面，走，绝不能让他活着下山。好。魏勋，我不嫁你。我今日前来是有一事相告，我们2人的婚约就此作罢吧。为何？魏公子记性真差，3日前的事情也能忘记。表姐比我聪明许多，运气也是极好。当日父亲要把她嫁给5旬的钟永侯做继母，她倒乖姐，那夜说什么也要留在山寺，没成想真被她撞了好运，自此缠上了公子。如今5年过去，她可是日夜我若是真盼着嫁入想娶她，便不会平白拖了5年。魏公子若是真想娶我，便不会平白拖了5年。这话魏公子可熟？乔治，我虽为女子，却也有几分胸襟。若是公子早些告知于我，我也定不会平白多等这5年。今日便请大家做个见证，往后我和魏公子再无瓜葛。魏巡或许忘了，在我救下他之前，他曾用一把伞护我安宁。恕姐，你找父亲告状，说我和母亲苛待你。今日父亲就特意让我嘱咐你一句：人的欲望不能太大。若不是乔府接回你，你早成了流落街头的乞丐。父亲还让我告诉你，你以后不许再提你娘。恕姐，你怎么活得那么可怜，一点尊严都没有？要是你死了的娘看见你这副样子，恐怕在深渊。你敢打我！谁在哪儿？我唤魏勋，若日后他们再来欺负你，可来魏府寻我给你撑腰。这么多年，我对你从那把伞开始，一直都是真心。可惜你不信。怎么，你也觉得自己丢人要走啊？还给我！不要！一个连自己都治不好的瘸子，还学人家看医书，简直跟你那没用的娘一样。那是我娘死前最后留给我的东西。乔莲，魏公子莫要怪表姐，这原本就是我的不对。乔治，不过是一根珠钗和一本医书，你至于闹成这般吗？不过是。这药里加了我的心头血，你喝了病就能好。恶心！
不过是一碗药，到便到了，你为何这副样子？小家子气。魏公子，我们已经退亲，阁下好像并没有来管教我的资格。我今日去乔府，明明心里还是盼着乔治回心转意的，怎么又和他吵起来了？公子，您是魏家未来的家主，自然是要维持自尊和骄傲的。过不到2天，他定会回来求着您。过去几年，乔姑娘是这样喜欢您，怎可能一夕之间就会改变？也是，她不过是个无家可归的孤女，离了乔家，依靠我，她还能指望谁？怎么香味淡了这么多？怎么都没了？他往月不都是早早送来吗？乔姑娘或许还在耍性情，这月还没送过去。往后，我和魏公子再无瓜葛。我当时确实食言了，没想到那些话竟一字不落被他亲耳听到，我简直太不是个君子。我知他在宴席上屡次出丑，我分明想过，等他进门后，一定要好好待他，教他，让他不再被人嘲笑。可何时这些都变了呢？进来。公子出事了，乔姑娘雇了马，应当是要离开京城。你说什么？公子息怒，是乔姑娘，她去了车行，雇了马车往多个方向去了，是真的要离开京城。若是乔治这次就这样一去不返了呢？去哄哄他，他应当会回来的吧？公子，您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公子，您该不会是为了乔姑娘的事儿一夜未睡吧？备马，我要去找乔治。这雪后的天，倒叫人觉得像是大病初愈一般。这位姑娘，这马性子烈，您会骑马吗？之前和我娘在楚地生活，为了讨生活，我曾骑过马。姑娘，您的腿……无碍，不过是轻微跛了一条腿，不影响骑马。阿芝，你竟会骑马？阿芝，退婚之事，我可以当做没发生过。跟我回去吧，你莫要再和我置气了。你认为我是在和你置气？魏勋，你觉得我是在同你玩什么欲擒故纵的把戏？我在楚地生活15年，若不是当年娘病重，药材很贵，我们买不起，我又怎么会找上乔府？我又怎么会在娘去世后被乔府派来的人强行拽上马车？又怎么会意外遇见你？魏家权倾朝野，你分明只要简单一查，便知我是如何被主府遗弃在大雪里，又是如何遇见你。而你呢？只当我心机深重，在众人面前肆意抹黑我。魏勋，你枉为君子！阿芝，我出身魏家，身份尊贵，从小到大接触我的人谁不带着心思？我这样揣断你，难道不是理所应当？如今我已经亲自来找你了，你也该懂事些，跟我回头了。魏勋，你见我如井中蛙，观天上月。你非要如此决绝？你想清楚了？若是退了这婚，今后在这京城，谁还愿娶你？你若为魏家主母，以魏家权势，日后定然无人敢欺你笑你。这京城的荣华，只有我魏勋能给你。魏勋，5年间我为你亲手做的羹汤，绣的一针一线，调制的每一寸香，在你眼里，竟只是为了权势？这些日子我总能梦到我娘，她插牙面涂的血把绣帕都沾湿了。她拼着最后一口气叮嘱我，说她绝不为妾，也绝不会让我成为庶女。我娘铮铮熬骨，我又怎会为了攀附你任你羞辱？阿芝，魏家门第，我从来都不稀罕。天高任鸟飞，我足虽鄙，却仍可去观更广阔的山海。魏勋，你休亲我！
姑娘，这船马上要开了，您到底要去哪里？乔魏两家难免还要找我。不去楚地了，劳烦，我要去北燕。北燕？那儿可不太平，姑娘当真要去？当真，乘风好去，长空万里，直下看山河。江水如缎，我直瓢许。一个大浪，连喝带洗，失礼了。姑娘，您都在屋里闷了3天了，别看今儿下雨，咱们北燕的雨景那也是一绝，好看的很呐。您既然大老远来了，也该出去逛逛，总不能闷在屋里过日子不是？公子饶命！好东西，瞎了眼了！瞧瞧把爷的靴子弄成了什么样！跪下，给爷磕头舔舐了！人怎么能跪畜生呢？是啊，人怎么能跪畜生呢？谢谢，乔姐妹，那就是咱们镇远将军麾下的魏小副将，真乃天生的骁勇良将。可不是嘛！19岁那年，他单枪匹马杀入主帐，直取敌将人头，那场面，啧，现在想起来都壮观。可惜身世也是个苦命的，听说原本出身极为卑贱，是将军从奴隶堆里生生救出来的。我记得你。那日船上多谢魏小副将搭手相救。你记得我也认得我，那你可怕我？魏小副将保家卫国，是护佑一方的大好人，我为什么要怕你？既然我们那么有缘，可否告知我你的姓？我叫魏兆业，我拿自己的名字换你的名字，如何？魏小副将声名显赫，即便魏小副将不告知，我也能知晓你的名字。这种交换不妥。说来也是，那怎么才能交换名字呢？下次再遇到魏小副将，我便告诉你。好，一言为定。瞧瞧，又是一个想在北燕混口饭吃的，还是个腿脚不利廉的小姑娘。多是戍边军汉，她一个细皮嫩肉的京城姑娘，能懂什么治病？乔大夫，今儿开张早啊！燕地风大，早些开门，免得兵家在风里等久了。乔大夫，我这身子看了几个男郎中，都说是产后体虚，可实在疼得坐立难安。不必羞于开口，女子身有隐疾，本就辛苦。你是信任我才来的，我定会尽力。哎呦，乔大夫，您的手是救人治病的手，这些重活交给我们就成。就是，您开张半年，不知道救了咱们多少姐妹的命，咱们过来干点杂活，心里才安生。你们自个儿家里也有一堆事儿，还要抽出空过来帮我办这些杂活，真是辛苦大家了。辛苦啥？要不是您，我那病早把我折磨疯了。咱们北燕女人心直口快，谁对咱们好，咱们心里有数。大夫，快救命！快救命啊！是你，若不是为了救我，副将的腿也不会伤成这般。你听好，你的腿我有8分把握能治好，但是必须先断骨复位。你这小义女自己的腿都治不明白，竟敢在这信口雌黄！我看你不是救人，是想害命！谁请这个瘸子过来的？去城里找个年长的男郎中过来，快去！别打他！魏副将，我问你最后一次，你的腿我有8分把握能治好，但这北燕城内没人敢像我这么治，你信我吗？我信。定不负小将军所望。去准备滚水、烈酒，还有干净的白布，快！乔姑娘，你上次说等下次再见就告诉我你的姓名，现在可以说了吗？我唤乔芝。乔芝，好名字。你这身医术是在哪儿学的？这断骨复位的法子，寻常大夫可不敢提。我娘教的。小时候天还没亮的清晨，我就饿着肚子跟娘上山采药。那时候穷，为了省点灯油钱风，躲在那些富户门口的灯笼底下看医书。你娘定是很严厉。是啊，没钱买笔墨练字，我就捡了树枝在沙地上练，写的不好，娘就要打肿我的手心。后来为了学扎针，没有病人，我就拿自己练手。你吃了很多苦，你吃了很多苦。我不觉得苦，我只恨自己是个女子。我13岁那年，我娘生了重病，家里1分钱也拿不出来。为了凑钱给娘买药，我一个人大着胆子去外面行医。
可那些人一发现我是个女孩，二话不说就将我撵了出来，还骂我心机深沉。那夜也是这么大的雨，我没钱住宿，为了自保，只能在官衙的屋檐下蜷缩着睡了一夜。听着那言语声，我哭了一整夜。我恨死自己了，恨自己为什么偏偏不是个男孩。魏小副将，于我而言你是麻烦，我明哲保身推脱说治不了，让你的下属找一位年长的大夫来治，才是最好的办法。那为何又改变主意救我？你是北燕的英雄，论理我该救，论情，你信我。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行医时有人见我是女子，便觉得我只会算计，轻视于我。我们不过几面之缘，可你信我，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有人斩钉截铁地对我说他信我。我想，一个像你这样正直仗义的青年，不该落得跛足的下场。我的腿这辈子永远都好不了了，但魏兆业，你的腿，我拼了命也一定会医好。我信你，乔大夫。接骨之痛非凡人能忍，把这碗药喝了。不喝，我需保持清醒。生生接骨你会疼死的。死不了。乔大夫，动手吧。说是再偏2寸，他早就没命了。喝药。乔大夫，魏副将身体大好了，都能下地走动了。到饭点了，你得管我吃饭。我是大夫，负责医治你的腿伤，并非你的厨娘。小将军今日想吃什么？乔家们，乔大夫虽然嘴硬，但到底是收了银子的。这饭做的倒也还算识相。乔大夫，这种粗活以后我顺手就办了。小将军还是多顾惜一下你那条刚接好的腿吧。副将，你是没瞧见，那日咱们冲进敌人兵帐，那帮孙子跑得比兔子还快。等副将腿好了，咱们再杀他个回马枪。你难道不曾听过那句诗吗？风雪压我2、3年。2、3年，加在一起是5年。原以为他是个有心事的，没成想竟是个不通文墨的武夫，白费我一番口舌。小小一女，行行好吧，我这腿疼得厉害，真疼。行了，别装了，你的腿什么样我还不清楚啊。看什么？既然给你了，就打开瞧瞧。这样好的成色，胜过了5年来乔鸾戴在头上的所有钗环。这里太重，小将军还是收回去吧。你不喜欢？并非不喜欢，而是受不起。实不相瞒，先前我有过一次婚约，我等过别人5年。后来我见对方嫌我，我便退了婚。那又如何呢？我说过，人不能归畜生。同样的，人也不该为了畜生的眼光而看清自己。既然退了婚，那便是自由身。我送我心仪的大夫一枚簪子，有什么配不配的？旁人怎么说那是他们的事。你从未放弃行医，救过的百姓都不曾看低你。谁都知道乔治是燕地最好的小医女，不过退过婚而已，算得了什么？但求一个问心无愧，行止光正。这倒不像你说出来的话。那我该说的话是什么？来人啊！把那脑袋被驴踢了、寡廉鲜耻、鱼目混珠、不识阿谀好的混蛋押上来！本副将要打烂他的脑袋！多笑一笑，好不好？这个人明明是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煞星，可在我跟前却像一柄收得极好的利剑，半点锋芒不露。这屋里似乎太暖了些，烤得人直出汗。
来，魏兄，咱哥几个得好好敬你一杯，可不是嘛？恭喜魏兄，终于摆脱了乔治那个如影随形的大麻烦，重获自由之身啊！以前看他那个瘸样子跟着你，我都替你臊得慌。现在好了，麻烦。这粥味道不对，惠公子，这是厨下严格按着方子熬的，方子是对的，看人不对了。以前我酒醉回来，无论多晚，他都会亲手熬了热粥送到府上，那股味道再也没出现过。公子，乔姑娘已经走了半年了，你说她那条腿走路都费劲，是怎么爬上那3000级台阶的？听守山的僧人说，乔姑娘是一步一停，硬生生挪上去的，就为了给您求这个平安。当时我怎么说的？我说她惺惺作态，说她拿着这些苦劳算计我。可现在没人再会为了我的一句平安，去受那种罪了。公子，奴才这就去给您拿那条安神抹。这抹额上的绣线，是他当初一针一线赶出来的吧？是，奴才记得那时候，乔姑娘为了赶制这条抹额，连着2个通宵都没合眼。没味道了，怎么连最后一点药香气都没了？公子，外面冷，您只穿着单衣，小心冻坏了身子。楚地那边怎么样了？我问你，找到他了吗？公子，咱们派去的人几乎快把整个楚地翻了个遍，可还是没能找到乔姑娘的踪迹。离了京城，他现在过得还好吗？有没有人笑话他是个脖子？他吃没吃好？有没有人欺负他？可是乔治，我后悔了，我真的好想你。你不在楚地，那你究竟在哪儿？阿芝，这天冷的邪乎，你那腿受不得寒，我给你缝了一对护膝。乔大夫，您可收好吧，咱副将为了这对护膝，这几天提剑的手都拿去捏绣花针了，指头都被扎了好几个窟窿。多嘴！还有，我再让人给你买套新衣裳，毕竟你现在是名满燕地的乔大夫了。刘贵好，贵人马上到了。听说了吗？京里来的贵人在那大青山半路遇袭了，何止啊！听说随行的郎中当场就被砍死了。现在贵人受了惊扰，还带了伤，府衙急疯了，把咱们都找来。京城的贵人，阿芝，真的是你吗？莫非是我在做梦？阿芝，阿芝，你是不是还在恨我？恨我当年偏听偏信，恨我让你在乔府受了5年的委屈。平心而论，我该恨他的，恨他那些妄加揣测的罪名，恨他薄情寡义，更恨我那5年错付的初心。娘，我去找爹爹了，没见到爹爹，但是我看到主母了，我求主母救你，那主母让我磕100个响头才给我银子买药，你看我拿到了。阿芝，不许求他，娘这辈子看错了人，蹉跎了半生。你要找个真心待你的好夫婿，阿芝，只有这样才不会受那些畜生的欺辱。娘，我不去了，我把药拿回来了，你喝了就会好的，我们以后好好的，我再也不去了。魏公子，其实这么久以来，我一直重复做一个梦，梦见我医术大成，救回了我娘。阿芝，只要你跟我回去，我请全京城的名义。梦醒时，我有泪千行，但也正是那些眼泪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爱的反义词并不是恨，那是什么？是漠不关心，是无足轻重。你在我心里已经什么都不是了。阿芝，是我对不起你，跟我回京城好吗？你那天烧掉婚书说要跟我退婚，可我并没有答应。乔治，我的那份婚书还在，他还在魏府里供着。你给的所有东西我都好好留着，你看这个膜，我日日都带在身边，一刻都不敢离身。阿芝，我心里是有你的，请你自重，我和你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。魏兆业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在阿芝面前？
真是不好意思，刚才手滑失手了。魏兆业，你简直放肆！你这以下犯上的狗杂种，莫不是忘了你不过曾是我们魏府小小的一名卑贱家奴？你曾是魏府的家奴。魏公子，你也说了，那是曾经。走吧，这里药味太重，闷得人难受。阿芝，别走！这半年我想清楚了，我心中唯有你才配做我魏勋的妻子。配？魏公子当初嫌我算计、验我跛脚的时候，可曾想过配不配这个问题？那是我的错，是我被蒙蔽了。可阿芝，你看看他，魏兆业不过是个家奴出身，纵使他如今混了个副将的名头，他如何抵得过我的世家门第？如何能给你未来的荣华富贵？那也是我的事，你没有关心的必要。阿芝，我并非有意瞒着你我的出身，我只是在等待一个恰好的时机。魏兆业，我们之前是不是见过？我想，我好像记起来了。你先在这坐着，千万别乱动。这北燕的冷风最是钻骨，你那腿上受不得寒。不打紧的，我已经好多了。什么不打紧？你是大夫，最该知道爱惜身体。你等着，我去后院取些上好的红罗炭来，火盆忘了你才好受些。这人总是这么风风火火。魏副将这书房倒比军帐里还要乱些。伪君子叫你定亲，早晚看你倒霉，阴险无耻。这字儿写的可真是。这是7年前，7年前，那正是我和魏勋刚刚定亲的时候。阿芝，快放下，那个不能看。魏副将，这衣冠禽兽4个字，你足足多写了一个横点，看来当初练字的时候确实没少偷懒啊。别看，那是以前瞎写的。魏兆业，7年前我在魏府马厩见到的那个少年，是你吧？硬，不是求饶的硬，是不肯认输的硬。跪下，你个卑贱的马奴！住手！这魏府的规矩竟是这样教的，人怎么能给畜生下跪呢？喂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乔芝，我拿自己的名字换你的名字，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吗？明明赵烨可以代指麻雀的意思，你怎么像个锯了嘴的闷葫芦？其实赵烨可以是跑得最快的良驹，不要害臊，出身不好又不是什么耻辱，只要你心中有志向，假以时日，定能成就一番事业。后来的我跟着将军认识了很多字，但只有你写过的那个名字，我练得最好。再快点！北敌的快马不会等你们穿好关甲。副将，将军有令，战事将近，命您这几日务必驻守营中，不得擅离。是。乔大夫，魏副将这几日没来帮您翻草药，咱们这些老邻居瞧着还真不习惯。军中操练是大事，他忙他的，我这儿照旧。来，你瞧见没？
门口那位贵公子这几日天天准时过来报道，就在那儿杵着。可不是吗？那公子成休成病夫，看他那相容，直勾勾的盯着你瞧，还短鸟似的。他没病，没病？那他在那儿站着干嘛？这燕地天寒地冻的，那脸都冻白了，就光盯着您问诊的样子看。不用搭理，随他去。阿芝，先前那些误会，我可以解释。往后，只要你愿意回来，我定会百般弥补。这半年来，我每一日都在后悔，我真的……没关系，你不必解释，也不重要了。阿芝，跟我回去。这燕地终究不是久留之地。我会回去，但不是和你一起。乔离，杀母之仇，毁我之恨。我之所以蛰伏2年，像一条在黑暗中忍耐的恶犬，就是在等一个能将你打得溃不成副的时刻。京城，我是一定要回的，但回去的那天，就是你的死期。听说你要回京城了，咱们还真舍不得。总有些旧事要回去了结。说起京城，城北那位朝阳长公主也是京城来的贵人。长公主，我来燕地2年，倒是一次都没见过这位贵人。你哪能见到啊？当初先帝驾崩，全靠这位长公主雷厉风行，辅佐幼帝稳稳登基。后来她倒好，功成身退，自请来了这扶寒的燕地守边疆。是啊，爽居多年，闭门谢客。这2年，别说是咱们，就是城里的达官显贵想求见一面，都被挡在门外。他那是真的冷清，从来不见外人。军营的事忙完了？还没，但有样东西必须现在给你。这是朝阳长公主托人带过来的，她指名道姓要见你。她，那个闭门谢客2年的长公主。临出发去京城前，她给你下了帖子。这位长公主从不轻易见人，这次主动请你，怕是别有深意。乔大夫这边请。又要和京城一样被人嘲讽吗？哎呦，阿芝姑娘可算来了！快，你腿脚不便，别在那站着了，快来我这边坐下。可不是嘛，好些日子没去医馆见着你了。阿芝啊，你怎么受了阵子又熬夜延药了？劳夫人挂心了。那哪行，你这身子骨单薄，得好好养着。只是近日医馆事忙，不碍事的。行了，你们就别缠着乔大夫问药方了。阿芝啊，跟咱们姐妹透个底儿，最近和那位魏小统帅到底如何了？他在军营操练繁忙。哦，乔乔一提魏昭烟，脸都红成什么样了？看来咱北燕这尊杀神是被咱们乔小医女给收服喽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少打趣乔大夫了，该赏花去了。还是别碰那污秽之物了，免得脏了您的手。姑娘此言差矣。你看那月亮有至平之变，海潮有朝夕之律，女子月是一月一行，恰与这天地之律相符，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，就像春去秋来，半点也不污秽。你不要害怕，我是个医女。其实，许多女子都有身体不适的隐疾，或是在癸水来时腹痛难忍，或是在成婚之后身染顽疾。若是真的起病来，着实是不好忍的。可是，为何我从未听说过这些？家里的嬷嬷和阿娘只说那是羞死人的事。这世间的医者大多是男子，许多女子即便身患重疾，也因羞于向外人启齿，只能长年累月的生生熬着。若是这天下精通女科的医者能再多些，女子们也不至于受这种苦。我沿袭此道，不为别的，就是想有朝一日能将女科传承下去，让她们病有所医。小医女，你这番见解很不错。娘，
您别吓着乔姑娘，我方才听了她的话，心里明白多了。我想让乔治姑娘替我看看脉，可好？来，来，进前来。本宫虽山少出门，倒也听闻燕地出了个妙手回春的小医女，却没成想，你就是那个退了魏家公子婚约的姑娘。你这个孩子啊，平时看着精明，关键时刻却是个眼盲心瞎的。你这竟也有把明月珍珠当成死鱼目的时候。好孩子，阿芝，公不日即将动身，你要不要和本宫一起回京？心脏跳得这么快，长公主的邀请竟然真的等到了。民女愿意。长公主府的宴席散得晚，怕你冻着，过来接你。魏兆业，我有话想对你说。魏兆业，我要回京城办件事。我知道，我会随行保护长公主回京。这2年，我早就猜到你会有回去的那一天，所以提前求了将军的恩准特令，也求了长。好啊，魏兆业，你瞒得真严，耍我呢！阿芷，我不会阻止你做下的任何决定，有些事只有你自己亲手去做，才能解开心结。我只想告诉你，无论何时你回头，我都在你身后陪着你，所以你只管大胆去做，万事有我。你是燕地的守护者，是镇远将军的爱将。其实你不必为我做到这一步。不必担心我，好不好？你这孩子，这种晦气的地方，你偏要跟过来，没得沾了一身土腥气。娘，您又不是不知道，爹这2年总觉得是我没本事，迟迟拿不下魏公子的心，对他那副冷脸，爹已经失望透了。既然那道士都算了，说这贱人的坟占了风水，怨气不散，会挡了爹的官途。我当女儿的，自然是要出力的。娘在世时教导我坚韧，哪怕被乔渊打得鼻青脸肿，我也是一声不吭，更别说哭了。可这次乔渊过分了。你这贱人，竟然敢打我！贱人！娘，你看，他以前最不屑给你下跪，今天这样也算给你磕头了吧？没看见这个疯子在打二小姐吗？把他给我擒住，弄死他！保护大小姐和夫人。谁？究竟是人是鬼？滚出来！你这个疯子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可是乔府的主母。你夫君和你女儿，还有你，都快死了。快走！好吧，今日这一出闹大，在弄清楚我身后的长公主和魏副将究竟是什么来历前，乔离绝不敢再轻举妄动，更不敢再碰我娘的坟了。
阿志，想哭就哭出来吧。阿志，我来迟了。魏公子，刚才他们，你知道为何我能治好魏兆业那双深可见骨的腿伤，却唯独治不好我自己这只脚？魏巡，那年我因救你而伤，本该是能治好的，只是后来我发了高热昏厥，柳氏将我锁在屋内，任由我自生自灭。他那时恨不得我立刻死掉，好换他的亲生女儿乔莹嫁给你。后来乔离担心我这张脸不能为他所用，这才让人请了郎中。可耽搁了那些天，终是害我落下了终身腿疾。可你仅凭别人的一面之词，就妄加笃定是我用了不入流的手段逼婚。慧轩，你太傲慢了，你从来不在意真相，你只在意你那高高在上的自尊。抱歉，阿芝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欠你太多，余生只愿能用余生来弥补你。何况我们本该是夫妻，这一切原本都该是圆满的。魏轩，人生在世，哪有什么事事圆满？况且你只会说不会做。在燕地时，魏兆业为了治我这条伤腿，他攀上千年不化的雪山，几乎冻死在风雪中。魏兆业其人，心里做了10分，嘴上却只愿说3分。我心属他，理所应当。心属他，阿芝，你竟愿意跟着一被魏府赶出去的家奴，也不愿和我在一起吗？魏公子，看来这2年你长进不少，唯独这记性没长。2年前我就告诉过你，门第出身我从来都不稀罕。在乔家那场大雨，当日初见，为他撑伞的是你，打石子的却是我。既然你护不住，那就由我来护。爹，您可要给女儿做主啊！乔治那个该死的瘸子动手打了我和娘，他这是根本没把您放在眼里。是啊，老爷，我们打听到了，那死丫头如今攀上了那个新晋的魏副将，狂得没边了。魏兆业，可是那个刚被圣上封为正4品副将的魏兆业？就是他！爹，你快派人去把乔治那个小贱人抓回来，打断他的另一条腿，替女儿出气！住口！无知妇吏，简直是妇人之见！整日里就知道告状撒泼，你当老子是瞎子，看不见你们平日里的所作所为吗？这次就算是扯平了。老爷，来人，快去请个老郎中给二姑家瞧瞧脸。滚！都给我滚出去！娘，你看爹爹，不仅不帮我出气，竟然还翻出以前的旧账来训斥我。我的傻女儿，你还看不懂你爹那副德行吗？是因为以前乔治是个没人要的跛子，对他的官途毫无用处。可如今呢，沈之背后站着魏兆业，他必定动了攀附的心思。攀附？难道凭什么？难道我这顿打就白白挨了吗？放心，你爹自去贴他的冷屁股，由着他去。咱们的账，咱们自己算。阿芝，你回京了，住在这么寒酸的地方，叫为父心里如何能安？乔大人，我说过，我与乔家早已断了关系。傻孩子，血浓于水，哪能说断就断？为父知道你心里怨恨当年你娘名分的事，只要你肯搬回乔府，认祖归宗，为父便做主，将你娘沈福的名字以发妻的身份写入族谱，重新立碑，风风光光地迎入我乔家祖坟。迎我娘入族谱，正式发妻。乔离，你到底凭什么觉得我娘稀罕你这肮脏龌龊的乔家大门？放肆！你竟敢对为父直呼其名！
我娘至死都不屑做你的妻，她宁可病死在乡野，绝不肯踏入你乔家半步。她嫌你脏。你这个不知感恩的逆女！你现在看到我身边有了魏兆业，便急吼吼的想拿我娘的死来做你的垫脚石。乔离，你真让我觉得恶心，给我滚出去！好一个逆女，离了乔家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我们走着瞧，残废的野丫头。老爷，您消消气，您可是他亲爹，屈尊降贵亲自去见他，他竟然连这点面子都不给，简直是皇室混摊上了个正四品副将，就以为自己能一步登天了。大姐真是太不像话了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您的面子往哪儿放？哼，本官本想给他个台阶下，既然他给脸不要脸，那就休怪本官无情。娘，你看见没有？爹爹刚才没反驳，这是彻底厌弃那个贱人了。傻闺女，你爹那个人最爱名声，他刚刚是暗示让我们动手呢。如今你爹放了话，那便再无后顾之忧了。我到现在脸还在疼，娘，你快帮我想个法子，我要让他生不如死。别急，我可听说了，长公主殿下过几日要在府里办接风宴，那丫头不知道使了什么手段，竟然也拿到了情景。那到时候，京城所有的名门闺秀岂不是都会到场？没错，到时候你在宴席上使个绊子，当众揭穿他行医害人、败坏妇德的罪名，让他在众目睽睽之下丢尽颜面。好，就算有那个魏兆业护着他，在长公主面前，他也休想保得住他。阿志，过几日便是长公主的接风宴，我担心乔兰会在宴会上对你不利。无妨，凭他还翻不起什么风浪。阿志，宴会那天我有要事，你要多加小心。不必担心，我参加这接风宴是要让所有人知道，我沈之的身后不仅有你魏兆业，更有长公主府。他们想要动我，也得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。我要告诉他们，我回来了。娘，您看着，车里放了你爱喝的暖茶，若是不舒服，随时唤我。好，女儿今后会带着您的骄傲，堂堂正正的活着。乔家欠我们的，迟早要一分不少的还回来。那露出来没有，却飞扬着难掩的。哟，有些人啊，消失了2年不见，恐怕也是自己在外面混得丢人，这才不敢见人了吧？可不是吗？我要是他呀，落得个那样的名声，恨不得一辈子躲在乡下不露面了，哪还有脸往长公主的宴席上凑？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最近京里新来了一位魏小副将。自然是见过了。前几日长公主进京，陛下可是御驾出城亲迎的呢。我当时在酒楼上瞧着，那领头的小副将一身银铠白袍，骑在汗血宝马上，端的是气度无双，英武非凡，可不是吗？年纪轻轻就立下赫赫战功，当上副将，真是了不得。依我看啊，他那模样和身段，可比京城里那些只知道斗鸡守狗的世家男儿强上100倍。不过半日功夫，满京城的世家可都在纷纷打探，想知道这位小将军究竟是何许人也。也不知以后谁有福气嫁过去。哎呀，眼下这宴席实在无趣的很。表姐，你2年未归，不如替我们大家舞一曲助助兴，好不好吗？哎呀，瞧我这记性，我竟然忘记表姐的腿2年前就已经跛了，舞肯定是跳不成了。不如这样，表姐便替我们抚琴一曲。不好。表姐，我不过是想让你抚琴一曲助兴，你怎能如此欺人太甚？当着众人的面，你竟连最后一点体面都不给我留吗？他的脸，这是手指印。乔治，你实在是太放肆了！在这长公主的宴席上，你竟然敢如此粗鄙动武！果然是乡下来的，半点规矩都没有。二小姐诚心邀你，你却下这般毒手，简直是不识抬举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叫本宫的贵客抚琴？这脸上的伤是怎么来的？长公主，这是误会，这伤是我自己。本宫离京多年，竟不知如今京城的风气已变成了这般模样。如此尖酸刻薄、玩弄心计之人，
都是哪家的女笨，竟敢在本宫的席位上对本宫的贵客指手画脚？方才那些开口搭叉的人，带下去教教他们长公主府的规矩。是。像刀子一样。从今往后，全京城都知道我是长公主的贵客，无人再敢看轻我。阿芝，我来接你回家了。魏兆燕，由你来接我，我很高兴。小姑娘，看什么看？瞧见这钉板没？想告状啊，得先在上面滚一遍，再去大牢里蹲满10天。乔离最擅长的就是运作名声，若我在这儿入狱，他有100种方法让我死在狱中。要告，就要告到天下皆知。这姑娘是谁？不要击鼓吧！站住！此鼓非泼天大冤不可击。若击此鼓，按大律需先受50鞭笞。50鞭笞，我2年前便准备好了。乔离，你这辈子最在意的不是官位，而是你那清流名臣的好名声。今天，我就要在天下人面前亲手撕烂你的这张脸。大胆女子，而状告何人？民女乔芝状告当朝户部侍郎乔离贪图富贵，抛妻弃女，抛妻另娶。且慢，按律先刑后审，行刑。贵妇家，您这是何意？此女乃本将未婚妻，大律有言，夫可代妻受刑。不可代妻有言，不可代妻。剩下的48鞭，我来替他挨，行刑。我娘在楚地积劳成疾，临终前却连一雕买药的钱都没有，而她的丈夫正坐在京城的侍郎府里，风光无限的另娶娇妻。乔大人也太狠心了，糟糠之妻不下堂，他这是要逼死亲生女儿啊！乔侍郎，对于乔之所言，你还有何辩驳？大人，民女今日所告，皆有人证物证。当年乔大人入京前，确实在村里大摆宴席娶了乔大夫。奴婢可以作证，乔治姑娘进府后稍有不顺，便被非打即骂。笑话！这些都是些什么人？一个卑贱的乡野农夫，几个被主的下人，他们的话也能算数？乔治，你未免太天真了。若他们不算数，那我们呢？我和乔治初见时，正是个大雨滂沱的日子。在那场雨里，他被柳氏的女儿乔渊当众踩在脚下。我看不过去，便多问了乔大人几句，问他为何如此对待亲生女儿。诸位可知乔大人当时是如何回答的？他说：“没用的女儿，还不如养一条有用的狗。”不敢与别人卑贱，他自己走。肃静！民女这里还有一份早年在乔府便留存好的证据。乔之亦是我的女儿，侯爷若是喜欢，我便将她一顶小轿抬入侯府，只愿侯爷多多提携。钟永侯，还要把女儿送给钟永侯？那是他的子，我赖不掉了！畜生，糊涂还不识子！逆女，你这个逆女！早知今日，我定不会让你那没用的娘生下你，定不会让你们母女活到今日！畜生！狼心狗肺，这种人怎么当上侍郎？住口！本官今日在这堂前坐了许久，竟听到了如此丧尽天良、罔顾人伦的丑事。怎配为父？怎配为官？敢在堂前挑衅！来人，将乔离当场革职查办，重打50杖。打完后即刻收押大牢，听候发落。民女恳请，还有一事以求恩准。民女沈之，今日在此嗜血还父，这一身血肉，今日便算还清了。望恩准，允我与乔府彻底断绝关系，死生不相往来。哈哈哈哈！这等污浊门户，不要也罢。准了，走，快走！抛妻弃女的畜生，亏你还读圣贤书！打死这个没良心的！当初怎么没看出来他是这种伪君子？看看，各位，别耽误流放。官爷，快走吧，快走。夫人，柳家那边说了，这事牵连太大，他们管不了，您就安心走吧。渊儿，我的渊儿呢？二小姐早被送去庄子上了，您还是多顾顾自己吧。阿晨，
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，你怎么不吃？我为我娘报仇了，我应该高兴的。魏兆业，其实我以前好讨厌学医术。为何？你那一身女科医术，在燕地可是救了无数人。因为那时候，别的女孩子还在娘怀里撒娇，我却只有背不完的药方。有一次，我写错了药方，我娘气急了，用剑齿将我的手心打得流血。我赌气跑到京城，却看到乔离抱着柳氏，听着他用了10两银子买一个簪子，就为博柳氏一笑。可我娘呢？她只有一只陈旧的珠簪，平日怕摔坏，都拿金条挽着头发。那次之后，我再也不讨厌学医了。那天夜里，我娘偷偷进屋给我抹药，把药膏涂在我手心，一遍遍对我说对不起。她什么都不知道，她不知道我其实醒着，我情愿她一辈子都不知道。可是，她死了。沈大人，这是长公主特意叮嘱内务府赶制的官袍。殿下说，从今往后，这京城的女医馆就交托给您了。我认得了，以前总觉得那些病是羞于见人的，自打跟了沈大人学医，才知道女子之身亦有乾坤，不该为此羞耻。是啊，沈大人说的对，病了就得治，没什么可遮掩的。阿芝，看着这些女子能挺直腰杆，本宫便觉得你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。多谢殿下提携，臣只是做了分内之事。好孩子，本宫祝愿有一天将这女医馆开遍天下，让天能自医，皆能自强。阿芝，是我要离京了，我已自请去别处赴任，这一去不知何年才能回京。临行前，我只想再见你一面。见面便不必了，那日府衙多谢你愿意帮我。阿芝，那5年，我常在想，如果我们当初没有那些误会，如果没有我的傲慢，是不是现在……昨日种种，那些我已然忘了，魏公子也忘了吧。前路漫漫，珍重。娘，你看到了吗？乔离伏法，魏兆业得圣上爱重，留在京城做了统领，我也得遇良人，你可以放心走了。娘，你是在帮我擦眼泪吗？一愿母仇得报，此生无憾；二愿如意郎君千岁，一生长安；三愿天下承平，和亲海晏。只要他所求成真，便是我这辈子最大的一桩心愿。魏统领，如今你已是京城禁军统领，往后少不得要与那帮翰林院的文臣打交道。打交道就打交道，他们说他们的，我办我的。他们最惯会咬文嚼字，你若不多学点文墨，迟早要在官场上闹出笑话。哼！我可听说魏勋3岁便能出口成章，5岁便能作诗，那可是上京城人人称论的才子。魏勋，才子，不过是些酸腐之词罢了。3岁作诗了不起吗？不就是平仄押韵吗？他想在阿芝面前显现才华，做梦！我也能写出绝世好诗。勋想拐我老婆，看我放个屁呲他2里地。